天受黑松喜阳光，但在高温天气不要暴晒，更不能干盆。干盆的时间稍长，清热针叶发黄，重则会产生失智。今天的气温又是40度，像这种天气，早晚一定要浇筑水。这个鱼池的水早生能用，到下午水温差不多30多度，只能等到晚上8点之后再浇水。把它放在散射阳光下养护。相比千寿，黑松在高温下的适应性要强一点。在高温天气下，盆景的排水孔一定要畅通。气温高产生积水，时间过长，烂根的概率会很高。瞧一下，声音清脆就是缺水了。水完全渗透到盆土中有一段时间。先浇第一次水，尤其是在盆土比较干的时候，一次性浇大水，大部分水会从缝隙中流走，吸收的水分是很少的。五中松和大板松水的蒸发要比黑松快。养护的环境是在散射阳光下，把水浇透的方法就是多浇几遍。看看这个盆土表面很湿，浇第一次水后，盆土的中间还是干的。松树有一定的耐旱性，但不能从针叶显现出缺水症状再去浇水。松树不像杂木，缺水后会很快的从树叶上反映出来。松树对缺水的反应是很迟钝的，一旦针叶缩水，整个盆景就比较危险了。杂木盆景浇水的方法与松树盆景基本一样，只是杂木盆景的蒸发量更大，盆景的摆放环境和浇水量有所不同。先浇第一遍水，不能缺水的缺梅，在高温下千万不要去暴晒。这里还有一棵山松，山松有一些生长特性很像杂木，喜欢湿润的盆土，在潮湿的环境中生长会更好。昨天晚上浇的水，一夜南风把树叶吹蔫了，这已经是缺水了。对树叶也浇水，缓冲一下。高温季节盆景的养护，除了太阳，还有风带来的危害。风带走盆景水分的能力，有时候比太阳直射还要强。很多盆景干盆就是在风的作用下产生的。对一些容易出现失水，像映山红、刺兰、缺梅等等盆景摆放的位置，最好选择在潮湿的环境中。高温天气暴晒中的柏树出现枯针是很难避免的。松树的针叶在高温下也会出现针尖发黄，这些现象都是高温天气、太阳和风的共同作用，加快树叶水分蒸发所造成的。高温下防止盆景干盆，除了浇水，还可以采用对枝叶的修剪，减少盆景的蒸发量。这是火箭红，植被耗水是最大的。这里修剪指的是已经完全成活的盆景，或者是枝干不需要蓄养增粗的盆景。盆景在高温天气下不要进行盘倒整形，对这些过长的枝条也不要修剪到位，把它们剪短，目的是减少蒸发量。松树在这个时候也不要进行逼芽，出芽的效果肯定不会好。剪叶是减少蒸发量最直接的办法。红枫稍微缺水，树叶就会出现枯萎，把这些枯叶剪掉，这是剪叶后发出来的新芽。在高温天气下能保住它的小命，就不要再去求叶的完美。这个视频有点长，如果觉得今天的内容不错，收藏起来慢慢的看。杜鹃类，尤其是映山红盆景，在高温天气下最容易出问题。看到评论区的回复，持续高温中丝状最多的是映山红。高温天气下，根系的吸收能力减弱，几乎所有的盆景都会放慢生长速度。
叶上红尤为突出，根系生长慢，叶的蒸发量大，这是出问题最多的主要原因。剪掉这些老叶，就基本可以维持它们的生长平衡。这些老叶的蒸发面积大，到了一定的时候生长会比较弱，容易诱发病虫害。这次新发出来的叶，看上去就比较健壮，而且能发挥较强的光合作用。这一盆是半个月前剪叶的，看看剪叶后的效果。把它放在阳光下养护，发出来的新叶明显小，而且发苞已经基本形成。对比一下，剪叶之后蒸发量明显减小。把它放在阳光下养护，早晚浇足水就不会出问题。浇第二遍水，这个之间相差多少时间，还是自己亲手去试一下。再次浇水要浇到水从底口流出，这样盆土才会充足吸收水分，维持盆景的正常生长。